随着一声婴儿啼哭，他降生到这世上，一出生就已经长牙了，所以被镇上的人称为鬼之子。但他从来都不在乎这个称呼，因为生活的压力已经让他无暇顾及其他了。在他11岁的时候，家里就只剩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。但一直重病卧床不起的父亲需要用高昂的药物维持生命，这个担子自然是落到了他的身上。年幼的他想要买得起高昂的药，除了偷东西外别无选择，所以经常被大人们抓住送去衙门受刑。你的双手已经各有3条爬起的刺青了，再有下次就砍断你的双手。哈哈，谁怕谁呀？就算没有了手，我还有脚可以用，你们下次休想再抓到我。才11岁就多次犯罪，挨了足以使成年男人昏厥的刑罚后，居然还有如此气势，简直就是鬼之子。伯志，你父亲在听说你又因为偷东西被衙门抓走后，上吊自杀了。这一次从衙门回来后，惩罚终于还是来了。他静静地站在父亲的墓碑前，手里攥着父亲的遗书。伯志，好好活下去吧，你还来得及回头。父亲不想用赃物换来的钱延续生命，都是我不好。父亲，对不起你。他紧紧地抱着墓碑，并没有因为父亲的遗言而回头，心里反倒是种下了一枚仇恨的种子。仇恨这个因为他们是穷人就没有资格活下去的世界，这个不讲道理的世界。我管你们是谁，统统给我去死吧！父亲的死让他对那些光鲜亮丽的富人们产生了仇恨，已经没有后顾之忧的他选择了发泄，很快就因罪行太多被衙门赶出了江湖。后来有一天，他徒手将7个大人打倒在地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了声音，听说有个小孩可能要被打死，才特意跑来救人，结果倒下的居然是他们。哈哈，要来我的道场吗？虽然现在一个门生都没有。面对这奇怪的大叔，正在气头上的博士根本没有听进去，甚至直接冲了过去。呵呵，这位少年，还是重新做人吧。就这样，博士被半强制性的带回了奇怪大叔的道场。原来奇怪大叔名为庆藏，开设了传授徒手武术的速流道场，只不过目前还没有门生，所以平时庆藏会去干点别的来维持生计。你呢，就先帮我照顾下有病在身的女儿吧，我毕竟还得出去干活，所以只能靠你了。我妻子前几天因为照看女儿，心力憔悴，投河自杀了。这2天别提多要命了，全怪我太没出息，才让妻女吃了这么多苦。你真放心把女儿交给我这个罪人照顾吗？哈哈，当然放心了，因为身为罪人的你已经被我刚才那顿乱拳干掉了。明明他的生活也一团糟，妻子去世，女儿病重，但他却还能如此的乐观，并且还能接受身为罪人的他。这位就是我的女儿恋雪。这一刻，从恋雪的身上，他仿佛看到了父亲的影子。从那以后，恋雪将由他来照顾，就像曾经的父亲那样。恋雪的身子很弱，明明最痛苦的就是他，却总是在不停地向博士道歉，害博士没时间去修行，没时间出去玩。博士倒是无所谓，这样的生活他早已经习惯了。至于跟着庆藏修行，只要忙里偷闲就行。可恋雪还是提出让他去今晚的焰火大会放松一下，博士却下意识地回应道：也行，如果晚上你头不痛了，就背着你去看看吧。就算今年不行，明年后年也一样。这种下意识的回应让恋雪瞬间感动得痛哭了起来。当然，这样一惊一乍的举动令这位直男很是苦恼，每次看到他哭，心里就堵得慌。哈哈，原来你叫博志啊，果然跟我是同一种人。要是不守护什么东西啊，就活不下去，就像镇守在神社门口的博犬一样。哈哈哈。庆藏其实并非武士出身，之所以拥有这么大的道场，是因为他曾经从山贼手下救过一位老人。老人为了答谢他，于是把名下的土地和道场送给了他。但对那些一直垂涎这片土地的人而言，绝不是什么好消息。隔壁的剑术道场就一直在想办法来找麻烦，也正因为他们，所以速流道场才一直没有人来拜师学艺。作为仅有的门生，博志给道场带来了希望，也让他自己得到了救赎。很快3年过去了，恋雪已经告别了卧床不起的日子，开始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。没过多久，庆藏便询问他是否愿意继承这间道馆，并表示恋雪很中意他。这一刻，他瞪大了眼，似乎不太敢相信，他这样身负6道罪人刺青的人，居然也会有女孩子喜欢。2人都红着脸没有说话。片刻后，他俯下了身子，答应了他们。这次他们就像一家人一样，生活终于开始了好转。
在隔壁的剑术道场有个跟恋雪相同年纪，并且是馆长的儿子，一直很喜欢恋雪，但其性格却粗暴蛮横，没办法体贴对待体弱多病的恋雪，还曾经强行把身体欠缺的恋雪带出门。当他看到恋雪的气喘发作，就感到害怕，直接丢下了痛苦不堪的恋雪，逃之夭夭。如果当时不是柏志及时发现恋雪，他可能已经死了。这件事让庆藏非常生气，于是决定和剑术道场进行一场比赛。比赛当天，庆藏甚至都没有上场，柏志一个人就打倒了对方9个人，并说好今后不再和速流道场和恋雪有任何牵扯。馆长的儿子很生气，直接拿起了真刀就砍了过去。可谁料柏志从侧面一拳将刀打成了2段，那是柏志最拿手的招式，名为劈灵。由于这招太过华丽，让剑术道馆的馆长相当感动，承认自己输了，也替儿子的无理行为道歉，表示不会再对速流道场做出挑衅行为。但几年后，剑术道场的馆长去世了，他的儿子接手了道场，在门生从旁煽风点火之下，心里又打起了速流道场的主意。那一天，柏志履行承诺，带恋雪来看焰火大会。恋雪将埋藏在心里的话告诉了柏志，当年他下意识地说出要带他看焰火大会，就算今年不行，明年后年也一样。其实就连恋雪自己都没有想过能活到明年后年，母亲或许就是不忍心看到他先走一步，所以才做出了那种选择。甚至他能感受到父亲在心底里也选择了放弃，因为那时候的他身子骨实在是太弱了，但柏志却理所当然的让他看到了属于他的未来。在这一刻，恋雪正式向他表白，向他询问道：你愿意娶我为妻吗？柏志没有丝毫犹豫，承诺要变得比任何人都强，要永远保护他。在漫天的烟花下，这对有情人终于许下了婚约。为了把这个喜讯告诉父亲，第二天柏志就动身回老家扫墓。但当他回来的时候，道场门口却站着几位官差，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，全身上下瞬间起满了鸡皮疙瘩。有人在水井里下了毒，师傅和恋雪都被毒死了。住在对门的老奶奶目击到了是隔壁剑术道场的人出入过速流道场，之后喝下了毒水后，庆藏抱着恋雪一边吐着血一边跑向了医生家，但身子骨弱的恋雪很快就没有了意识，而庆藏硬生生拖了好几个小时才身亡，过程漫长又痛苦。跪在2人的身旁，柏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既没有大喊大叫，也没有哭，到头来也只是嘴上说的好听，却一个人都没能保护好。那一天发生的事曾在衙门有详细的记载。速流道场谨慎的门生单枪匹马杀进了隔壁的剑术道场，赤手空拳将剑术道场共计67名门徒尽数屠杀，头骨粉碎，内脏稀烂。道场的天花板和墙壁到处都粘着死者的残躯，简直就是一片人间地狱。唯一幸免的女仆人也被吓得精神失常。做完这一切的她已经没有了念想，行尸走肉般走在街上。听说没有安排过鬼的地方发生了这种大骚乱，没想到居然真的出自人类之手。他的一番屠杀引起了鬼王无惨的注意，已经停止了思考的他当即挥出了拳头。我打算制造出12只强悍的鬼来，那么你承受得住我赐予你的这些血液吗？自那以后，他失去了所有的记忆，从此世间再无柏志，只有一心变强却不知为何要变强的一窝座，明明已经没有要守护的东西了。变成了鬼之后，他身上的刺青和鬼的纹路相互混合，慢慢扩散到了全身。或许是那些记忆已经刻进了骨子里，他所使用的招式名下意识地取自那天的焰火，术式的展开像极了恋雪的发誓，每一拳每一脚都是速流武术。变强才能保护身边人的执念，让他只忠于与和强者交手，对弱者不屑一顾，同时也不杀女人，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吃人。他的实力提升几乎都来源于自己的修炼，所以对只爱吃人，特别是女人的上弦之二童魔非常的不屑，两人关系相当的恶劣。就这样，一无所一边变强，一边听从无惨的命令，寻找着青色彼岸花，这一找就是100年。直到那一天，收到无惨的命令，前往那名为无限的列车，碰到了那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男人。那么到这里，一无作传上篇就结束了。下期主要讲述一无作变成鬼之后所经历的2场对决，直到陨落，以及人物基本资料介绍和麒麟个人对人物的看法和感受。喜欢本期视频呢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见。